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康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李公南、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吴哥好，大家好。好，那对国人所有人来讲的话，那食用油的事情一定是你关心的事情。那这一波所谓的毒油事件，那一路往下延烧到底会怎么样？好，那在今天有两个重大的发展。第一个当然是行政长卓荣泰，那在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针对包括在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完全发现这些东西。好，那这算是卓院长的第一次公开致歉 ，OK？ 但另外一方面，台北市长蒋万安，那最近这一阵子，蒋万安针对中央的炮火一直都非常猛烈。今天甚或直接说出了呼吁人民走上街头。蒋万安为什么会发出这样一些呼吁？未来到底会是怎么样呢？不过一开始先让你看一下卓慧的致歉，还有蒋万安要人民上街头这一段。来，今天又发现有一个批号出现了问题，而这个批号竟然不在事先我们所得知的29项的批号当中。那么对于行政单位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的查处，要求获得完全真实的资讯，这个部分我真的深感抱歉。如果中央政府到现在为止还是没办法给人民一个真相，还是没有办法清楚说明这整件事情的缘由，甚至行政院长、卫福部长、食药署长都不肯为这件事情下台，我呼吁所有的民众、所有的人民站上街头，大声的诉求。对于食安的议题，我们绝对不要再让现在这样的中央政府假狼告告。上下，蒋万安一出手，已经把整件事情拉到要人民上街头了。那卓荣泰那公开致歉，但是你会发现他告诉你，就是说针对这一部分深感抱歉，就行政机关没有那个因为批号又多了一批。可是两相对照之下，在未来这整件事情是真的要因为蒋万安的呼吁，大家上街头冲撞了吗？其实基本上现在是天干物燥，要小心火烛。然后尤其是油气弥漫之下，大家更要好好的控制情绪。然后现在呢，那个油的事件呢，里面有致癌物质的事件。其实已经演变的是一个社会上信任的问题。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7件事，每个人每天生活碰到的，所以你在一个完全不确定的感觉之下，大家都有情绪。在有情绪之下，说实话，你在推说是地方的查不清啊，中央的什么资讯不明啊。坦白讲，社会上现在 care 的是我家里今天吃的这罐油，我吃的这个炸的东西有没有问题？所以其实这才是当务之急。可是看起来好像目前为止，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弄得很清楚，所以变成是一个信赖问题。那当然了，今天卓荣泰道歉了，但是道歉之后呢，也会让人家觉得还是有一点点，还是有点意见。为什么有意见呢？第一个，已经查这么久了，那个总经理都已经被撤销交保，还要重新再判了，代表你该查扣的就查扣了嘛。然后你说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社会企业，大家也都知道啊，还需要你来骂吗？对啊，重点不用再讨论了。对啊，不用再骂，不用你骂了嘛。然后今天又查到一批原先事先里面没有呈报的批号，你怎么会今天才知道？你先前的时候查扣的时候没有去清查吗？所以这个社会上当然会对于这样一个政府的一个效应，还是觉得处理的还是不如人意嘛。尤其是我们曾经经过混充油的事件，那应该是走过那一次的弯路，这个系统应该很完整啊。怎么这个时候让我们觉得10几年来，从混充油到这次的致癌油，好像这个系统没有什么变化？那当然人民会有怨气，但是这个怨气里面会不会上纲到，首先已经是火气越来越大了，对不对？这个跟着简书培对骂7分钟，你是所知佛地魔，我是帮公务人员讲话。你不要绝口不言人，弄到连戴习清都说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对不对？因为这整件事情怎么会是有蒋万安去讲叫人民上街头？对，因为蒋万安以前的人设或形象感觉上比较温良恭俭让嘛。对，但现在看起来不是，除了在议会这个以外，油的这件事情，如果是国民党，你说从党中央会要求各级民意代表大家要发动什么，这个大家可以想象政治大家之间。当蒋万安讲这个的时候，第一个他已经变成政治事件嘛，第二个蒋万安说这个
想象空间就会非常大啦。我就连起来吧，从这个开始对简书培这样痛骂，然后开始人民要上街头，然后我就看到了旁边的那个英伟因为以前我跟爱新觉罗是真的很熟啦。那爱新觉罗喜欢讲一段话，站在扁对边就是站对边，对吧？对。所以现在蒋万安他就是一个站在赖对边，就是站对边。所以他的选择不管是对着简书培，这是绿的，我站在绿的这一边就是站对边。现在油气的问题、油的问题，我站在卓荣泰对立面，我站在赖清德对立面，大家来上街头，就是站对边。然后当然后面他要面对一个考验，真的。金溥聪教英伟的，不是英伟在金溥聪旁边应该看了很多，但是英伟有没有金溥聪那个绵密的能力，我们另外都在讨论，对不对？对。所以你看到这个逻辑是一致的。当年的马英九在陈水扁这么强大的时候，站在扁对边就是站对边，那英伟在旁边应该看到很多，所以你会看到现在蒋万安其实就是这一招。那为什么要这一招呢？第一个呢，从625一直到台风假，然后其实蒋万安的威信受到了很多正蓝军的质疑。你真的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最后的独生子吗？所以这浅蓝的人对他是有一些意见的，有些能力上的意见的。你看起来虽然跟马英九一样无害，但是你的无害和他无人有没有连在一起？所以蒋万安现在一定要巩固回来。所以他现在是不是要扩张票源不一定，而是要巩固他是站在赖清德对立面，他的一声呼喊，他是能够有那个最大的声量，然后这个状况去巩固回来。但是他的风险就在于说，没有错，这个油的事情当然是大家生活上紧张的，可是跟那个混充油那种恶心感，那种强烈的感觉。社会上有没有那个氛围？因为你蒋万安一声令下，一个号召就遍地烽火，大家都出来。如果没有的话，那蒋万安的受伤肯定也会很大。OK， 不过现在看起来，上口，蒋万安是一直穿云箭吗？这现在是同样在复制这一块吗？可是这整件事情看得出来，隐隐然，其实食安问题一定是没有颜色，是所有全民都会关心的。但现在隐隐然。是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大家现在已经是在政治攻防上面在考量这些，不单纯只是这个油到底该怎么样，那民生问题该怎么样，而现在已经到了所谓的政治问题的攻防吗？因为现在走到第一个，政治人物关心什么，人民关心什么，现在变成两轨问题了。你说人民关心什么？人民关心是我出去外面我还吃不吃得到自来油？然后我现在买的东西回来安不安全？自来油是不是在台湾社会已经消失了？所以我吃的很安全。他希望政府给的是一个食品安全的空间。但是现在看到的政治人物讲的不是食品安全的空间，讲的是谁该负责任，谁该负责任，谁该刮胡子的问题。所以我常说。依据食安法，我们有23个主管机关，各县市、直辖市都是主管机关，加上卫福部是主管机关。查验有安全之余，食品安全之余，23个主管机关都有主动查验的权利。那当然你也有业者主动提报。那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又新验一批出来嘛，就说你隐匿嘛，那就问一句话：食品致癌油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了，但为什么还有没有验到的？那你验的过程是不是针对中联是扩大型的查验？还是你采取一个信任这一家公司，你提出来的我就查这一些？现在不会了吧？这家公司再怎么提，大家都不会相信了。不管是行政单位、人民或什么，好，还会相信你中联提出来的这些东西吗？从6月30号提报到今天7月17号，好，足足经过了半个多月，又多了一批，吃了45餐，好，又多了一批。那请问这一批是你怪业者隐匿？那我们可不可以怪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你没有扩大查验，双面嘛，那你说4月交出来，6月4到6月你给我交出来，结果查出来新的批号是4月1号，为什么你没有查出来？现在政治人物在那一边推来推去，因为
很简单一个道理，食安的问题是人民共鸣的问题，不是你是蓝的我是绿的，是走出去管你蓝绿白，管你中间选民，担心的是我有没有吃到，那人民共鸣的问题最容易兴起蓝绿的政治议题。因为我要操作是你的错，你要操作是我的错，对啊，彼此之间在操作嘛。那操作的过程当中，我管你食安法是什么，大家把食安法先丢到旁边去，因为我不想跟你谈食安法。如果谈食安法，那问题主管机关就大家都有份嘛，都有责任。今天最简单的一件事，为什么说骂23个主管机关？那其他县市可能桃园说，工厂又不在我这边啊。那我问啊，油没有卖到桃园吗？为什么说骂23个主管机关？那其他县市可能桃园说，工厂又不在我这边啊。那我问啊，油没有卖到桃园吗？当然。油没有卖到高雄吗？都有吧。那是不是所有23县市都要下去稽查，到底还有没有油留在这边？所以我才会说，那我们消费者是不是应该骂23个主管机关呢？上公，消费者有权利，一定有权利，跟所有的不管你叫中央叫地方，你们都有愧对于消费者。但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讲，因为中央跟地方分属不同政党嘛，很多地方是属于你说国民党执政比较多，然后中央是民进党。现在看起来，尤其当蒋万安把整个拉到那个调性是上街头哦，而且他是呼吁所有人上街头哦，那个一个上街头就不是单纯只是大家在讨论中央跟地方，包括你有没有扩大去抽检，然后你有没有给人民一个交代，而是现在已经蒋万安的意思就是说，反正你们民党中央。林俊宪委员，你们就是无能，你们造成民众这样，所有的人上街头，那等于是大型的对抗。在台湾，如果是真的有大型对抗，从以前到现在，大家在现场，那时候陈水扁的事情的时候，那时候那整个红衫军大型上街头，所有这当发生让大家受不了的事情，才会有这么大规模。可是蒋万安等于是在一开始就show hand了，他就直接跟你们说，我们整个上街头，这是最后一招啊。那你看蒋万安的人设，温良恭俭让，有没有突然变了？有没有突然变了？好，那突然变的过程当中，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变？因为市政与国政之间的问题。那你看他之前讲监院，大家都说，这是中央议题。那回过来，那当时市政发生了什么问题？不是鼠患吗？等等。然后你在发现致癌油发生的时候，这边又发生了什么事？就625那个就发生了水患。然后接下来就8威台风。然后大家都说你放假的问题适不适合？结果他现在就是一直在拉高中央层级的议题。其实说一句白一点的话，那请问南桥谁罚的？台北市啊。那台北市没有责任吗？台北市完全是一个没有责任的政府吗？那你为什么要罚南桥300万？因为南桥没有告诉你啊，你是南桥的主管机关啊。所以现阶段你看喊刮胡子的啦、下台的啦、道歉的啦，喊得最大声的是哪两个市？台北、台中。南桥在哪里？台北。中联在哪里？台中。你看其他县市有人喊得这么大声吗？没有，关键字应该叫2028吧？没有吧？其他没有用，没有全部来，并没有用嘛，没有用。没有其他的喊，你看喊得最大声的是为什么是这2个市政府？因为他也是主管机关，028，他也有查验权啊，因为3法里面第5条规定的不是中央主管机关有查验权哦，请看清楚，各级主管机关 ，OK， 那就是23个嘛，然后公司所在地刚好就在这2个县市嘛，所以这2个县市你会发现喊得最大声。上公刚直接点破说，好，那因为包括你说这几家公司的县市所在地，
创下一句2028，大家都知道，不管是台北、台中、蒋万安或是卢秀燕都有被点名2028。是，那蒋万安最近动作非常的大，可是小平，我刚刚讲，对所有的台湾人民来讲，你要上街头，尤其就是大规模的，大家的印象当中，最早从当初你说有红衫军的时候，然后接下来，太阳花。对 ，OK， 但这都是很多不管是民间或什么大家受不了一些的事情，然后开始，如果由政治人物直接主动号召叫大家上来，食安界就连2004顶新的那个时候，就混充油，对，那个混充油那个也没有大家上街头，没有。可是蒋万安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把它拉高到这个层级？是因为2028创下说会不会有2028这个关键字在这个里头？因为俨然谁如果能够真的在这一波在蓝营里面真的能够动员号召成那种如江四海的力量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那未来就是我说了算，是这个原因跟味道吗？还是像上公讲的，不是，我也是这2个公司都在我这儿，先喊先赢吧，喊了以后比较没有责任，是这样吗？上街头哈，一定有它的社会能量啊。然后红衫军是因为阿扁的贪腐，那个能量答案够了。好，还有一次上街叫白小燕，人人自危是令人发指，所以那个新闻做很大。还有就是2228牵手护台湾，有没有那个民进党一签民调反超，签完以后蓝营怕了，然后这个吴淑珍就说你们小猫2、3只，你们蓝营都憋3嘛，没有人上，哇，那上也上几百万人。总之是一定靠选举对决的胜负跟意识形态抗中保台，很不容易用叫公共政策上街头。好，我讲，所以小武哥你讲到说，你心里也有个问号，说能量够不够？那会不会能量不够上街头的话，雷声大雨点小，而反而被反噬受伤？是这个是你要开始营造这个能量来。蒋万安是认真喊要上街头吗？你知道喊上街头跟把所有的人动员上街头是2回事哦。蒋万安中午的时候去立法院党团拜会了。OK， 所以他是认真要大家上街头，是这样吗？那接下来我的预测嘛，我们资深市议员预测是，因为就去借场地了借哪里？借仁爱路的头到这一头到这一头，从市府到总统府，一定借这一段5公里嘛而且这一段经过的通通都是。大安区是国民党的精华区，蓝区嘛，这边地价很贵的，很多人支持国民党的，还有里长啊，组织都很强，好不好？那么一大段的中正区，一大段的大安区，一大段的信义区，好不好？就这3个行政区为主体嘛，骨干动员非常容易，很多里办还在仁爱路旁边呢，这头里办走路就到，走路就上街头了，每个里长搞个100-200人，就上万人了嘛，好。所以看起来会做，因为也会借这个场地，那我也建议他借这个场地，好不好？从市府到总统府，这个从市府走到总统府就对了。哎，对，那是不是从2026走到2028？我们再看嘛，哈。那为什么他有这个底气？有一句话叫"官不可撩，民不可雕"，对不对？然后我觉得两把火烧起来，我觉得给蒋万安底气了，就想干这种上街头的能量第一个叫卓荣泰，最近才道歉，前面都不道歉。他的专案报告叫做专案道歉吗？第二个昨天吴峥跟黄阳明的吵架，我有没有叫你去吃？那我们劝黄阳明不要死性子，就真的去吃了，那做癌症的筛选，那样对身体不好了所以那这个不会的，他不会。他是说他前面有不要任性，不要任性，就是说我吵过架就算了，不要真的去吃太多油。所以这个就是从民进党的发言人，到最高行政首长，对不对？行政权的最高叫行政院长的，我觉得态度是不谦卑，而且我相信我跟你讲，师承什么？以前叫马金体制对不对？刚刚创下讲了，现在叫蒋英体制英是谁？英伟嘛。那英伟的师傅是谁？英伟的师傅就是金溥聪，他的徒弟就是徐巧芯嘛。所以他们的操作就空军是厉害的。英伟的师傅是谁？英伟的师傅就是金溥聪，他的徒弟就是徐巧芯嘛。所以他们的操作就空军是厉害的。他大概英伟也看到了，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他的幕僚跟他家人有2派，选2028。你说谁的幕僚？蒋市长2派，
我不要讲谁是谁了，其实我知道了啊，不要了，不要造有两派家庭的隔阂，这样子我就对他就不敬了哈。你都已经讲到家庭隔阂了，家人有人反对，有人赞成嘛，家人很多嘛，对不对？也有他自己的家，也有他的那个，也有他的娘家，有他的那个夫家两边嘛，哈，婆家什么哈。所以呢，你在讲什么？可以讲白一点吗？我讲说他的那个，你说他太太会不会？太太家族啊，就反正跟他自己的家有人赞成，有人反对，选2028嘛哈。那他们研究这个底气哈，他们看到什么？你知道，民进党的最弱项是什么？公共政策。2020蔡英文后来2020不是大胜吗？请问你那时候我们的这个嫡长子是谁？朱立伦。现在的嫡长子叫做蒋万安。你知道做个民调多少吗？那时候我也想选钟中华的这个立委，做民调45-10。朱立伦45%，蔡英文10%，你根本没办法想象的时候全垮的状态。后来抗中保台啊，反送中就起来了哈。所以那英委会怎么判断？打这个油哈，无法善了。民进党政府就认为还有底气跟能量还会继续，还会再烧啦。所以他会弄，我觉得一定是因为给他上街头的这样。好，然后2024到2026的既视感，请问你2014的时候那个顶新油，那个时候是不是造成国民党2016丢到政权一个重大原因？就3个嘛，这个油嘛，一个马王政争，一个换柱嘛，那还有对不？就这3件事。好，那既视感，那以前。就是是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2014到2026，所以他们的判断是说，2014都让国民党垮，那2026不要说让民进党垮，至少上个街头这个能量是基本是有的。我觉得他们一定商量过嘛。我说他的幕僚啊，跟蒋市长，还有一个重要是什么？我就算不选，我为什么动作这么大？第一个，我展现我是强大诸侯，不管我是齐啊、楚啊。这一定是秦，一定是一级的大国嘛，对不对哈？是好，春秋战国的时候，第二个，他这样冲，选跟不选都赢。怎么说？2028选就是选了嘛。可是如果不选的话，他看到了2024卢秀燕的例子，好的例子，卢秀燕2024的声势直逼侯友宜，可是他选择不选，还创造6-2，就立委的席次蓝白合等等等等的。然后仰望从5星级的这个市长变成总统级的卢秀燕，2024那个时候，我记得第一个人讲是钟小平，在面对面讲，就讲我有分析有这个点，他现在不选，他就像是2028不选的蒋万安，好像2024不选的卢秀燕，但是选我就跟你拼了，对，大概，所以怎么弄，他这样搞，对他的声望都是加分的。可是尚公刚才在解析这些的过程，有一点味道，觉得说。这算围魏救赵吗？就是当内部发生了一些，譬如市府刚讲有没有625的水患的问题，有没有台风假的问题，然后就炮打中央，借此把所有的焦点那脱梁换柱到那个地方去，是这样吗？小平？这个比起来转移焦点，不，我觉得转移焦点是一件事，可是这个不能对比哦，因为上街头有的是这么大，你觉得上公讲的不对？不，上公讲的我怎么？他是老光票，怎么敢批评他？他有他的人生阅历嘛，对不对？是不是？那我有我的这个支持蒋万的一个小包袱嘛，对不对？是不是哈？就是我们蓝军嘛，所以他不得不为了背包袱而讲啊。你的方向没有错，我先讲，但大小比例法律讲比例原则，那个不太一样。那因为跟选总统、跟储军、跟整个国人的安全还是不成比例。可是俊文现在直接看起来，那其实卓奎在今天在参加一个活动之前，媒体访问的时候，卓奎是直接道歉。那但是道歉这一段，蒋万安还是一直直接讲说从中央以降，然后包括什么态度，然后没有办法让人民信服，然后所有这些。还是在讲到这一块，而这一块到最后发动到所谓的上街头。刚才东豪讲说，那蒋万安已经到立法院国民党团要去拜会，看来是真的要发动这一块。这一块，但是对民党政府来讲，然后包括你看像赖总统2次的直接清创火线去讲，然后卓奎今天的道歉，但这一连串的没有办法止得住让人民的感受吗？是这样吗？第一个这个食安就等于国安了。而尤其这种油是几乎所有食品的基本的物质，所以你吃一个东西，你摸起来没有油，其实它也是用油。是啊，到超商去买，就这样跟大家讲，你买御饭团都是要油，那里面也会有油啊，什么东西都会用到油。那蒋万安现在他喊着要上街头，他大概是国民党内喊到最激烈的。是啊，
所以其实刚刚我们问到了，那蒋万安是不是在转移焦点？因为台风假的问题，他把它搞烂了嘛。就我刚看很注意听小平议员的答复嘛，哈，我想小平议员就口才流利，哦，这第一次发现他卡卡的，就表示就证明小平也同意，这个就是在转移焦点。对，确实嘛，你看现在不会再讨论台风假的问题了嘛，就转移到这个油脂的问题。那另外啊，如果今天中联生产毒油的工厂是在台北市，蒋万安也不会喊上街头，因为大家心知肚明，这个中央地方要配合的，实案是这样子，它是一个网，你不能把责任通推给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所以蒋万安哦，你喊这个一定赚嘛，一定赢嘛，那你要办上街头，那要办好几场那第一场要办在台中市政府，对不对？那第二场呢办在卫福部，办总统府，台中市政府当然有很大的直接责任嘛，你要知道哦，中央不可能全国几万家工厂它都去稽核嘛，所以一定是从下面稽核上来，那下面的稽核比例一定最多，它通常加总起来就是自律，厂商你要自己检查，再来他律那别人来给你检查，那地方政府检查频率高，那中央来抽查就是看你地方有没有按照规定的频率去检查，或者是我抽到，就是就不定期这样抽嘛。所以这个基本上中央地方要合作了，否则你不可能都归责于单一责任。你要说都推给地方，推给中央，那这样就变成政治问题。那现在谁在第一火线？民进党执政当然。那第二个就是卢秀燕了。那蒋万安你越喊你把这个问题炒到政治问题上街头要抗争，你等于在提醒大家，因为民进党讲到最后。卢秀燕也有责任，这个海西卢秀燕，讲完再讲下去，难道卢秀燕的责任不会就因为这样凸显出来吗？他会不会顺便就刚好取代掉卢秀燕？还有卢秀燕呢？用食安维护者的形象取代卢秀燕出局，就换蒋万安顶上来了。蒋万安也不一定就是像小平你分析的，我确定是人性本恶了。你觉得上公跟这两兄弟，一定是那个荀子的信徒。你是说蒋万安人性本恶？不是，第一个我们是提倡孔孟了。其实蒋万安什么时候选不管了但我认为28年选机会不高了。因为他还年轻，有的是时间，再加上国民党之前的总统候选人都是市长选完来选总统。那如果这样，那蒋万安为什么不干脆就跟卢秀燕商量，由卢秀燕来发动这一波？因为谁如果能够真的把蓝军所有的人都动员得了上街头，那肯定未来就是蓝军共主中的共主。那蒋万安为什么不干脆就跟卢秀燕商量，由卢秀燕来发动这一波？因为谁如果能够真的把蓝军所有的人都动员得了上街头，那肯定未来就是蓝军共主中的共主，一定是这个样子啊！台中走到总统府太远，太远了，不能来这太远了。那个黄金5.5公里，开玩笑，市府到总统府这个多顺啊！小平是双关语啊，因为你看台中市政府为什么赶快发这一张？因为台中市政府是第一关要把关的嘛，卢秀燕你凭什么来发动抗争？你要负很大责任所以卢秀燕在这个问题上，她不像蒋万安，那台北市嘛，她其实也有，她也可以抽检但基本上蒋万安越打这个议题，卢秀燕一定有一点尴尬。你台中市政府不用负责嘛，所以我是觉得。中央的问题出在于，当问题一爆发，你要赶快来接手，那你要介入，例如，他这个中联友他发现有问题，他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通报，而是他没有停工，他继续生产，所以有毒的批号绝对不会只有这些嘛。因为他没有停工，所以还继续会出现。所以你看现在就2批，你们讲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就2批，再来就5批，现在7批了。7批啊，对，会不会再有？所以这个就是你中央赶快去介入的问题，因为它重点不在于它没有通报而已，
而是他没有停工，继续生产了几个月。那这几个月呢，他所有的批号，你要全部。那这样不就是让在野党，尤其是像在野党，就会直接拿着这个，就会直接开始做文章了。那他为什么会继续生产？这个我讲过嘛，你地方政府你的稽查也会有问题嘛。那中央接手以后，确实有几个地方处理的不好，例如资讯的透明度啦，因为一开始大家很紧张嘛，那现在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嘛，毒油流到哪里去嘛，你要有时候你在回应外界的质疑，就要讲得很小心。比如卫福部说他不公布这个下游的厂商，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那消费者担心是我不要买到，不可以吃到嘛，或者讲那个什么检验标准20%。对啊，你原料如果有毒，你做出来的东西就算检验没有毒，也不能吃，一般也不会吃啦。我用一个大便做成一个蛋糕，就算可以检验到合乎食品安全标准，可以吃吗？是大肠病的问题，不是癌症的问题。我也可以做到合乎检验标准，可以吃吗？你举的例子可不可以文雅一点？不是，连你都这样讲了，对，所以就不应该是会有这个28%的问题啊。而且是有前车之鉴。之前有个教训，地沟油就是这样，对吧？那时候的鼎新就是说强调它检验是合格，问题是你用地沟油做的，我管你到最后对吧？你做出来没有毒，我也不敢吃嘛。这个问题也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你官僚，你不能依照食品那个什么食安法检验标准在哪里？这到最后就马上变成政治问题，这是老百姓的感受问题啊。对，所以面对危机处理，地方中央都各有负责。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最廉价的就是推给行政院，推给中央，海林去卓荣泰下台，卓荣泰下台，那卢秀燕怎么办？卢秀燕是第一线在面对食安把关，这个总指挥要负起最大责任，所以不要再互相推卸责任了。我想中央地方要合作，赶快把这个难关渡过。那蒋万安标准的就是政治动作，那把它高度政治化，这个不是要打民进党，他会顺带打到害死卢秀燕。我跟你讲，就算蒋万安没有选，那要害卢秀燕选不上。2.28，人性本恶。俊炫委员是难得杰出的人才，在民进党立委里面，因为他讲话条理很清楚，那又很好笑，这个不容易，知道在政论里面就有说，所以叫扛收视率的扛把子嘛，对不对哈？好，但他讲话我怎么听都很顺，可是都没有认同感，他理不直而气壮。为什么？他就用那个章鱼的喷那个墨有没有乌贼战术？中央好，这中央跟地方有没有责任？有，至少90:10，他搞成五坡。今天是你石崇良盖牌嘛，检验不出来有没有责任？是1，盖牌是1万，是1比1万的过错跟罪恶。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而且挑拨非常好的姐弟感情蒋万这样弄。就是要搞卢秀燕，害了卢秀燕什么？不，他们就没有真心的悔过嘛。从委员到发言人，到这个部长，到院长，这个事情我跟你讲，其实不能拖啦，拖久了战场在老 K 这边。但我们不要因为国人，包含黄阳明，包含任何的国人，而吃这个油有多致癌的可能性，而本党得利不要。因为我们是一个自大自刚正气的一个国民党我们希望国人安全。那快刀斩乱麻石崇良下。那能干的那个代理的部长上，次长谁上，然后这个公布所有151事全部都公布，不然呢，我跟你讲，这个案子风险太大。你想想一定有新事实、新证据。所以2000万的交保中联的总经理，所以才要重新压他嘛。一压人是禁不住压的，一压的话，他就151事全部都讲出来。总之，石崇良到现在不动如山，然后盖牌，部长盖牌，更多人。几万吨，那吃到肚子里，然后都不道歉，这个政府也是官僚到一个地步了，这个就是政权败亡的开始。加上这个不是抗中保台这个公共政策石油是民进党有史以来的弱项，谈到内政，民进党就垮嘛，是不是？对啊，就俊秀。第二有道歉，行政院长公开道歉，那部长更不用讲，总统也道歉。所以刚刚小平说没有道歉，这个到立法院没有道歉，昨天才道歉的。那确实是院长有亲自道歉。再来，小平讲的责任，总统跟行政院长都讲得很清楚。
这政治责任啊，这一定会追究。就是你中央你哪些单位在这个事情处理好，出了过错，这一定会追究。但是你现在在这个事情刚爆发，现在等于在紧急收拾善后的这个阶段啊，但是政治责任绝对跑不了啊。所以小平这个你可能没有看清楚啊，有道歉。而且承诺未来追究，太慢了啊。OK， 但东好，因为今年是2026，是选举年，更不要说大家刚讲的字里行间，有很多的事儿会被联想到2028，那就是更上位的一个选战了。所以现在只要碰到选举年，很多的事情，好，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大家全部都用放大镜去检视所有应该被检视的，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所有的一些该处理一些事情。但现在呢，现在看起来大家是持平的在检视，还是某种程度来讲，当政治攻防以后，大家就看不到所有事情的真相。进入到政治攻防以后，事实的真相没有那么重要。进入到政治攻防的时候，本来就是立场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但是都好，当蒋万安讲说骂中央骂成这个样，然后包括要周恪下台啊，所有这些，然后号召人民上街头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一个正义凛然的蒋万安在为了食安，然后就好像那个时候他就在号召啊，要号召，要展现实力啊，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要证明自己有号召力啊，而且这个事情做下去以后，几个好处嘛。第一个好处，台北市的部分，台北市市长选举11月28投票之前，这一次就先操盘一次了。市长选举11月28投票之前，这一次就先操盘一次了。因为如果蒋万安真的要上街头，号召上街头的时候，所有支持他的人、市议员，你们都要动起来啊。那台北市交通那么方便，凯道又没有很大，把它塞满不难吧？所以场面不会太难看嘛。就先赚一笔嘛。然后第二笔，如果真的声势大到像当年的红潮。那是直接问鼎总统嘞。如果这一波的食安的号召有当年施明德的那个红潮，那是直接问鼎总统。好，那只有一个关键的，那现在的赖清德是不是当年陈水扁嘛？所以对蒋万安来讲，这个有什么好就他有没有赔本的地方？你说稳赚不赔哦？问题在有没有稳赚不赔？因为这就要回过来看哈。那蒋万安是不是当年的马英九？蒋万安是不是当年马英九？小平，2014年谁是台北市市长？谁当选了？谁是台北市市长？郝龙斌。郝龙斌快做完了，然后柯文哲当选了。那时候食安还没有柯文哲嘛。对，食安的时候是郝龙斌。对，郝龙斌对。你知道南桥郝龙斌罚他多少钱？重罚我记得，对不对？你记不记得？对不对？对，我跟你讲，数字忘记了。当年郝龙斌南桥嘛，2014年有南桥，这次也有南桥了。郝龙斌罚了3000万。蒋万安这次罚多少？300。你要号召啊。我会觉得会想问呢，300万，你罚他300万，南桥是有前科的。可是南桥还觉得他很冤枉。可是你上次就是3000万啊，我不管你是冤枉啊，你就是延误通报啊。你是跟你的上游通报啊，你不是跟台北市卫生局啊。上一次12年前，他说是他报关错误啊。郝龙斌罚他3000万呢。12年后南桥又犯错他还是延误通报所以说事实是什么？制度是什么？那如果单纯只是要做政治动员的话，那蒋万安当然可以做啊。如果声势不够浩大，就算受点伤，至少我守住2026嘛。那政治对抗既然是蒋万安喊出来的，那他就要做啦。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OK， 我这边补一下就是当年就是英伟的那个师傅爱新觉罗还在讲一件事情，是英伟一直没有学会的。哪一件？任何的动作要贴近真实。所以刚刚你问的问题好，蒋万安跟马英九当年能比吗？这个真实是英伟一直没有拿出来贴近的。然后他也没去衡量一下英伟跟金溥聪在整个国民党里面的执行动员能力有没有这么强大？简单讲啦，
因为你是金溥聪吗？不是，蒋万安，你有当年马英九那种所有的拿回政权的渴望吗？没有。所以其实今天蒋万安真正的风险是什么？刚刚讲的，其实我为什么一直用混充油跟这次的自来油，对大家的心理的威胁感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混充油那时候有个地沟油，已经让大家觉得恶心，然后那时候又连续到的是什么？鲑鱼返乡变成鲨鱼返乡，所以整个社会的氛围和气氛是不一样的。你觉得这次氛围不到那种感觉？坦白讲，目前为止呢，是年轻人因为外食族可能会觉得有风险，不爽啦，心里不舒服啦。可是我常常想说，最好的指标是什么？菜市场，菜市啊福林没有谈的那么多。OK， 所以其实如果这个情况，你说真的他号召。弄上去上街头，到时候4×3猫一定就被算有多少人。台北市上街头我觉得不会难看，但是有没有红潮，是很容易判断。你要知道，要在当年9月9号那一场，不是那么容易啊。那个凯道满3万人不难看，可是上次红潮是100万人最多的时候。你讲的是双十节那一天，那个10月为止，大家不要这样比啊，因为红潮那一次除了人数多以外，它时间可以持续这么久。对。那这一次号召最多就1天吧，那要不要去？小平讲了，对，要塞满凯达格兰大道，不难，就啊，这就在那为什么蒋万安在这时候要去喊这些法令？本来大家就讲说这件事情，我们也关心所有民众，大家关心这件事情，法令上面什么自主管理，你会把自主管理一个这么重要油的检验叫业者自主管理，然后跟你说拍谁，我验出我的东西有什么什么，所以我这一整批要销毁，业者心不痛吗？就你要。全部丢给他自己来决定，更何况这次的过程还牵扯到公司有没有那里面的包括经营权，或是里面的董监事之间现在没有监事，就是董事之间的一些改选啊，所有这样的问题，这些我们的法令上，所以卓奎那时候讲说，包括法令的修正要马上去做，然后今天看到说在道歉，可是，在小平眼中，他就直接跟你讲为什么这么慢，蒋万安也抓住了这一块，所以一路往下的时候，刚刚讲，如果照东华刚刚这样讲。虽然不至于稳赚不赔，但不至于赔什么。就算人数不如当初讲的那种如红潮般，但是毕竟只要塞满人就可以看得出我的能量啦。我先讲2句话啊。第一个是说这个为什么这么慢啊？这个慢呢，我觉得这是历史共业。至少看食安这12年来，从2014年看到今年啦，我觉得食安的问题有很多留下来不容易处理的，那个是历史共业。但为什么是这样讲？等一下再跟各位解释啦。所以还是要从蒋万安这件事情来解释啦。就蒋万安现在说这个要号召要上街头啦，要号召群众啦。那个我觉得这个处理政治是一件事情，但处理食安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蒋万安现在动作叫处理政治啦。处理政治呢，对蒋万安来说呢，当然就2个部分嘛。一个是他今年的选举的部分啦，在台北市的市政议题上面，先遇到内湖的淹水，又遇到放台风假的议题，对他来讲需要有新的战场啦。否则大家都停留在旧的战场，在解释的时候呢，这个对蒋万安来讲绝对不是有利的啦。那第二个，对蒋万安来说呢，这个他有2026选举的问题呢，也有可能潜在的2028的问题啦。所以政治上对他来说呢，在这个时间点都必须要有个对他有需求存在，要找一个点切进去的。所以等于说这个时间点这油当然就是一个好切入时间点。好，但第二个要说的是说，可是这一次的食用油事件跟2014的食用油事件是一样的吗？我可以跟大家讲，那个能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啦。这个为什么完全不一样？首先第一个差别就是现在的民进党跟当年2014年的国民党是完全不一样的啦。你有看到哪一个民进党的人敢出来护航那个这几家油品公司吗？我们一个给大家看这都是当年2014年的资料。因为2014年我也是当初那一个为了顶新事件整整写相关报道写了2个月的人呐，所以呢，这就所有的资料都留下来各位都可以看像这个这都是国民党人自己承认的蔡正元坦承国民党高层下令要求护航顶新。这个在周刊还是重要的标题跟报道内容啦。然后呢，他甚至还讲说，这个连胜文在出席台北市餐饮职工大会的宣誓灭顶宣言的时候呢，就后来完全不提到魏家。就蔡正元逼问他为什么你都不提魏家，连胜文才说是国民党副秘书长林德瑞拜托的，还说柯文哲都没有追杀顶新，你为什么要灭顶？你看看现在民进党哪一个人敢讲这种话？敢讲这种话去护航那些油品公司，但这个就是国民党在2014年发生的事情。那你再看这个，你刚刚看到的是蔡正元，对不对？现在再看这个这个人叫做谢国良现在是基隆市长。谢国良在2014年12月17号说，
从当时政府处理顶新的状况来说，他相信总统府有很大的包袱啦。那所以你看，现在的谢国良，当时的谢立委讲到顶新案的时候，他也认为这个国民党在处理顶新的事情的时候包袱很重。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年的国民党是这样哦。再来，更重要的是这个，在立法院里面呢，这个用身体力行的啦，在立法院里面被民众认为在护航顶新的国民党的当时的立委王玉敏，在议场里面啊，然后呢，直接把本来要开的会呢，很快的把它直接收起来，宣布散会。这个是当年2014年10月9号发生的事情呢，所以你可以发现呢，跟在食安事件站在民众的对立面。在议场里面啊，然后呢，直接把本来要开的会呢，很快的把它直接收起来，宣布散会。这个是当年2014年10月9号发生的事情呢，所以你可以发现呢，跟在食安事件站在民众的对立面呢，不是站在民众的那一面呢。国民党当年跟现在的民进党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再来，食药署里面让一个我就常常觉得食药署的署长常常讲一些很奇怪的话，历任署长都这样。什么叫常常讲一些话呢？在2014年的时候，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我已经听了一大堆了。到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呢，以前苏丹红事件的时候。苏丹红就是辣椒粉里面弄到人家这个公共业染料了，引进来，然后当时我看到就说这个后面一定炸锅，因为所有食安事件都一样，只要原料来源查不出来，后面下游一定一大堆满山遍野的一连串的爆发，几乎都是这样。所以呢，你看这一次也是一样，食药署长去跟人家讲说，这个下游业者呢也是受害者。什么叫下游业者也是受害者？下游业者东西卖出去之后，买到的消费者就变受害者了呢？钱是谁赚走？下游业者也是赚钱的那一个人呢？然后你跟大家说下游业者也是受害者，所以呢，这个先不要公布名字出去。你是消费者，你能接受吗？不行嘛。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你会发现凡是当到食药署长那个位置的人讲的话，都常常都是大家听不太懂的话呢。然后呢，更妙在这边啦。这个有人特别来跟我解释说因为他是药物的专家啦，所以他跟食品比较没有那么熟啦。问我说：“你这是解释的方式吗？”就是对民众来讲，他就叫食药署长啊，他管的就跟食品有关系啊。他在食品的东西，他跟民众没办法站在同一个角度的话，他讲出来的话就叫做话嘛，你就无法理解嘛。所以这就是我说的，这个对于执政党来讲这些讲的都是不该讲的话，然后对民众听了莫名其妙。然后回到事情的本质第三个，我们现在讲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本质是什么？事情的本质，你看，今年这个我们现在还在讲业者自主管理，对不对？你知道这篇稿子是我2014年的时候写的，2014年写的，然后标题叫做“政府放任食品厂自主乱管酿巨灾”，意思就是当时政府呢，什么东西都是放任业者自主管理。那业者自主管理，我出事之后会不会先通知你？一定不是先通知你嘛，我一定是先精算完我的财务，精算完我今年的营收能不能达标，精算完我的成本之后，我再考虑我什么时候要通报嘛，就能多卖的先多卖嘛，能处理先处理嘛。你会罚我多少钱？我请我的律师先去估算一下嘛，估算完之后再评估一下，我可以多卖几天。多卖几天的金额能够补到多少这些损失，然后我去将本求利估算完了之后呢，我再去通报你嘛。正常我想不是说有良心我说正常有经商头脑的业者就会这样处理所以你定的游戏规则就是业者把它算在自己成本里面的规则，这样的自主管理方式，你觉得台湾未来还会不会发生食安事件吗？就这样的自主管理方式你看我现在同样用我们这次的这次的这个苯酊酯这一次的油，中联的油来举例那个苯酊酯其实是这样它是制成里面关于这个高温燃烧不完全的时候呢，或者所产生的副产物，所以它跟原料无关因为有人在讲原料跟原料没有关系，所以换言之所以其实我上礼拜也跟武哥讲过，同样的制成，你这个所有的条件、压力啦、温度啦、湿度设定都一样的时候，它会产生苯酊酯。那你怎么确定其他批都不会产生苯酊酯？其他批的制成都是一样啊。所以处理的食药署的人，如果你的脑筋有正常逻辑的话，你一定对它前后生产的，如果都是用同制成的话，全部通通都验一遍啦。你不可能只有它报到哪里，你验到哪里啦。如果你的处理方式是只有业者报到哪里，你验到哪里的话，那我保证你漏掉的肯定还有很多批啊。不过现在看起来，俊雄委，这就立法院了。所以对立法院来讲的话，因为那个卓奎在前几天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说，那个包括该修法该什么什么，
所以现在立法院应该比政治很多政治的法案应该要重要吧？那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吧？其实它很多并不是法律规范的，而是它的行政命令。比如说你自律的时候，你的检验频率，它大概有一个表了，什么东西你大概检验频率是多久？而像这次这个油，它竟然是自律好像是半年一次，这个有点离谱了。半当一盖，像这个应该叫你一定要重演嘛，你可能改成1个月1次嘛。就是卢学也说，他说，因为大家在讲台中市政府，他就讲说他一切照中央的规定，没有错啊。这个中央规定也不是民进党规定，这以前就规定这样。当然，我们发现不好的地方，我们就赶快给他改嘛。但是你要确实的落实，那这个部分呢，绝对不要把它拿来当政治斗争的工具。OK， 就像蒋万安呐，讲什么上街头。你上街头你要表达什么？就像我刚讲，那上街头，台中市政府前面也要办一场。你台中市政府，你嘛是要讲负责。人家是秀肌肉给赖清德看，好不好？对，所以顺便给不要为了不要选举一到每个人心里想的都是选举的东西。OK。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那个最近蒋万安动作真的非常的大，那包括在市议会这几天大家也看到，在市议会因为刚开议。然后没想到就有这么多的新闻，让你看一下那个什么叫所资魔 ，OK， 来。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你们要蒙骗议会，没有蒙骗，不把预算送来审查最重要的。所以议员不需要信口开河。744万，没有谁信口开河，是你。议员不了解、不清楚、不知道，我们可以提供文字给你。好，可以了。我尊重大家咨询的权益，但时间已经到了，可以了，可以了。庄家，后面那一段是因为麦都已经关掉了，时间到了嘛，都是这个样。显然大家怒气未消，那为什么继续议长声音大，他的麦当然不会关的，当然了，一定要主持，因为要主持所有的进行嘛，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你刚刚一开始讲的，从议会到这次食安的事情，蒋万安显然是寸土不让。那寸土不让是因为简书培所知的时候谈到什么？又谈到了香菇还是杏鲍菇的事情，对不对？又谈到这么多嘛，那刚好是蒋万安先生，我已经开了一个新战场了。结果，你还回头讲，你还回头的紧抓着不放，把我拉回来，把我拉回来，对不对？我已经要往那个克里米亚打了，结果你还在那边跟我，所以蒋万安就火气。但是你会看到。对于那个台北市来讲，我相信戴喜清也傻眼。台北市的府会关系什么时候到了这么剑拔弩张？对不对？因为蒋万安很少的时候温良恭俭安，什么时候会变得是你一句我一句？然后后面完毕的时候还要继续讲话。所以这个情况之下，那结果控制不住，然后戴喜清只有把它压住。所以你会看到连戴喜清都卷入了这个火气，但是卷入这个火气里面，核心的关键是人家简书培。当然，现在针对这个，尤其在做市议员的职责，他可以继续问嘛。然后所知魔又怎么样？公务人员很不舒服，那是一回事，因为他们可能很多不有电子档，都还要去一笔笔的查，那造成公务员的困难，那也是一回事。可是那是不是他的职权？那你是不是他的那个？但是你蒋万安也什么时候？你讲一句我回一句，其实光蒋万安这种，你讲一句我回一句。都已经是不符合他的惯例了，所以代表着蒋万安其实是有盘算的，而且这一次他也没有开 iPad， 没有等着英伟告诉他，所以就是先前可能就是蒋万安你会更推估他这个东西就是已经是事先沙盘推演过的一个剧本，而这个剧本里面就是我蒋万安是强硬的，我蒋万安是站在民进党的对立面，你们如果要反民进党，你们要反赖清德。站在蒋万安的旗下才是最正确选择，所以完全的是一个政治的一个操作。不过现在看起来，上口，如果要是对蒋万安来讲的话，只要站在赖的对立面，就是带着蓝军所有的往前走吗？可是这次讲食安，因为他有提到一个希望赖总统能够召开食安国安会议，阿苗就拿那个台北市也有那个食安会议啊，就是因为应该是蒋万安当主席吧。
那过程当中有缺席多少？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叫人家开缺席15次缺席11次，他是法定召集人。是，你们大家数字为什么1-2个月一次？没有。每3个月至少1次，所以几乎食安法规定的，几乎全部缺席15次嘛。食安法强制规定。所以现在这整件事情就会变成说，当然你说大家现在全部的大家重视食安是好事，只是当这打进来，大家现在已经没有在讨论刚刚东豪讲的事实的真相，现在都不重要，不重要。但是政治真相，尤其蒋万安最近这一步来看，我们刚刚就提到，所以他现在已经在2028排序上面，包括郑丽文、韩国瑜、卢秀燕、蒋万安。蒋万安看起来已经排序在很前面了吧？当然了，他一直顺位一直往前排嘛哈，但是距离总统府最近的叫立法院，所以韩国瑜更近一点啊，一个开车一个走路是吧？不，那个立法院距离总统府比较近，不是立法院长，韩国瑜号召上街头，可不还真有人？不，他很简单一个事情，他就是一个。利用人民会在乎的议题嘛，这一定是这样嘛。如果人民一点都不在乎的议题，真的你也号召不起来，你也讲不动啦。那当然，蒋万安的顺位当然会一直往上提，他本来就顺位上面一直就摆在卢秀燕啦、韩国瑜啦、蒋万安啦、郑丽文，不是就是在这4个里面啊？对啦，那个。女的不要比啦，那种姓郑的不要比，他们就是前3顺位嘛，他们一定就是前3顺位嘛，那当然在这前3顺位里面，蒋万安第一个要面临的是他的连任票数如果连任票数不是很好看。对蒋万安会是个伤害嘛？无论你要走2028什么，你的连任票数一定要漂亮一点嘛，好，漂亮一点嘛。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最近的强悍态度第一个，就是摆在一个我采取跟民进党硬碰硬的角色，用硬的角色。无论是在议会里面，无论是在中央议题上面，他就是跟你采取硬碰硬嘛。这个最简单的一个策略就是，我把反绿的票拿回来嘛，我要拿反绿的票嘛。那反绿的票包括什么？中间偏蓝啊、白银啊，以及国民党的票源嘛。想办法扩大票源的基础嘛。蒋万安现在要做这件事嘛。白银啊，以及国民党的票源嘛，想办法扩大票源的基础嘛，蒋万安现在要做这件事嘛，你的连任票数拿得高，你当然2028里面大家才会看得漂亮嘛，这个蒋万安第一步嘛，那当然。食安的问题，在那个过程罚1亿5000多万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多礼拜前的事了。大家都知道你有不实了，那为什么现在又多了几批？未来还会不会多几批？它变成信心的问题了嘛？那信心，人民对人民信心产生问题的时候，其实是最好号召的嘛，是最好影响的嘛，这个议题是最好打的嘛。所以蒋万安很清楚一件事，在市政上面我也要跟你硬碰硬 ，OK， 在中央议题上面我也要跟你硬碰硬，就等于说是我是食安的维护者，我是对抗民进党的现阶段是国民党里面的强硬派，我是对抗绿营里面的指标性人物，其实就在形塑这两个形象嘛。现在看起来，国民党内部那让蒋万安喊出人民上街头，而且是认真的。刚刚东浩讲说新闻已经出来了，就是要到立法院去拜会的时候，未来这一仗，那真的会是掀起遍地烽火吗？那还是其实民众的感受又会是怎么样？这所有的一切都不只是食安，希望大家真的能够摆在第一位。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政治之间的攻防是不是隐然越来越往上走的那个味道？那接下来呢，又会是怎么样？那除了这个以外，但这个新闻如果一路大烧，创下，这个新闻烧会不会救了四光阳？最起码我们今天比较多时间在讨论蒋万安要上街头或食安这些，那
四广阳的事情，大家没有讨论到这么多。那可是这整件事情本来就已经大概都已经不是在讨论四广阳了，因为你在桃园嘛，对不对？对。那包括万美玲委员，然后包括他们夫家的那个建设公司，所有这些事情，这整件事情还会再一路往下再烧吗？坦白讲，我不觉得蒋万安这件事情会分散跳就四广阳哦。为什么呢？其实四广阳和万美玲那些事情哦，已经不是选举的投票问题。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一个回响？那个是很多人生活经验的一个投射，而那个生活经验的投射里面呢，又不断的出现了，不管因为也是确实很多事情你也觉得怪怪的，怪怪的，不管怎样，话题性，话题性十足，然后没有什么议题性，但是就是话题性，这话题性呢太容易分享了，太容易我们两个见到面的时候就开始讨论了。你以前作弊的时候，你有没有把那个留下来？对，这搞不懂，怎么还会留下那些证据？对啊，对，还留下那些证据，大家都不懂，都不懂，完全不懂啊，完全不懂啊！不是，你们大家都作弊，对不对？不是，所以大家都不懂。然后不晓得一定是湮灭证据啊，怎么会把证据保留呢？然后无法理解台湾很难想象考试的时候要作弊啊，考试的时候带手机，对不对？对啊，对。就我以前，我也讲实话。我也虽然不是一个，不是啦，你考试的时候没有手机啦，吵架不是，可是我也承认，因为反正过了30年嘛，从高中联考开始都有帮人家作弊过嘛，对不对？但是我也从来不会把帮人家作弊。我的成绩是需要帮，是可以帮人家。但重点是你不会把东西留下来，不会啊，对不对？对啊，可是所以你看，连这样的一个话题都会继续的讨论下去啊，然后都讨论下去，后面当然再过来一个事情是。现在其实真正尴尬的是桃园的地方型的人物，地方型的人物的压力就很大。那为什么很大呢？因为以前呢，从刘邦友到郑文灿，我们在桃园这样都知道说，整个桃园啊，建设开发叫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桃园里面直接讲的。重点在股份有限，是哪些人股份有限？对，是在哪些人股份？像我就不会永远就没有股份嘛，对吗？对啊，但是股份有限公司，所以你要看到桃园很特殊。桃园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它从过去的3等县，现在到了是台湾除了台北市在最有钱的，因为它整个环境、整个状况嘛。那桃园特殊什么？桃园没有大型的建商、外来的建商大量的进入哦。都是在地的建商，好，这样子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现在大家对于桃园的那种所有的建设开发、土地的那个都市更新的那个状况，为什么那么有兴趣，那么多的讨论？因为叫股份有限，那股份有限是什么？就是桃园的首长们，他是很容易的，就是来，大家该分多少分多少，大家该事先知道多少资讯。就事先知道，所以这叫股份有限，所以你一定要有那个股权，你才能够参与这个责任。那谁有股权？就地方上的人物嘛。而且，所以你们讲个人名来听听嘛。不好了，不好，讲个事情来听听嘛。对，那有什么问题呢？就好像以前县长就说，我跟你讲啊，那个内政部我最近去知道他们有一个什么新的案子，新的计划，然后什么地方适合，然后大家都知道了。然后你们有些人就该去了嘛，该去买土地，赶快买。该去那个地下掌握抵押地上权的就掌握了嘛，该去怎么样？但是有一个问题，你如何知道在可行性评估的时候，它就会增设几个车站呢？那谁决定呢？那谁决定呢？那股份有限公司嘛，股东嘛，对不对？股东有一定是那个可行性评估，一定是市政府的。一定是市政府嘛？所以现在可行性评估是市政府。所以我只就讲这股份有限公司，那现在出了状况是说，现在如果这个，而且可是桃园也有规矩的，规矩在哪里？如果你已经跨境了，成为跨国公司了，你不要回来跟我们这些小股东，对不对？所以现在就回来，我们就回来了。所以为什么现在你会看到桃园的整个在地人很紧张？因为再挖下去，他们本来桃园就是立后挖后尾啦，而且跨党派的啦，他那个外溢效果已经不是选举，对啊，所以桃园就是立后挖后尾。为什么现在开始要讲话？是你再扯下去，我们都被卷入。所以这个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是有压力的，但是后面有压力要怎么解决呢？以桃园的结构，尤其那个选区的结构来讲，里面四广阳
其实因为它不是像万美林是立委要过半，对啊，复数选区，对啊，所以它就是我们也可以有当年西瓜刀的效应嘛。苗栗县不是一大堆人都没有国民党党籍，但是照样可以当选嘛。可是他如果只要往下选，因为他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出来哦。哎呀，他只要选，除非他到11月28都不出现，他一出现，媒体各位资深媒体人，肯定就上去堵问这个问那个。那没有影响啊。他可以赌一件事情啊，到时候话题已经换了，或者是。晚上开票的时候，我觉得不见得选得上吴党。你觉得不见得选得上？因为我跟你在太小看万委员他们的，可是大家都不要太小看人心跟空战。刚刚创下讲的义愤填膺说分配桃园土地为什么没有分配到你知道吗？因为你是每天走1万步。你每天喝1万杯酒嘛，就有你。咱们用应酬文化，真的那个就厉害了。我现在回到桃园那个结构里面是，所以他们现在其实为什么开始要就是希望他能够处理，然后跟国民党做个切割。但是后面你自己努力，你上了以后，苗栗就算上产胜。士管阳对妈妈有什么好？对啊，那个后面再说。对地方上来讲，可是后面的状况是现在的压力大了，因为本来在地方上就有一些桃园里面北闽南客啊各种奇怪的元素。最多险胜也是输了，不是险胜问题，不要选就是大赢了。然后就是说开始要求说我是不是补提议席？那里面当然有一些。结果后来说不补提啊，不补提有恩怨嘛。那为什么其他人会怕？万美玲生气了，我把我的条卡通通不准动。我跟你讲，有很多现任的议员，搞不好他会吓到啊，会落选，搞不好搞不好落选了。情再大也抵不住齐楚联军，这样大家听懂吗？但是最后是秦统一了天下，那个再说嘛，那再说嘛，打了很多次嘛。但是后面里面更复杂的问题是，又有北闽南客的问题，然后现在张善政是一个被朱立伦凭空去打破那规则的人，但是南边当完北边当，北边当完南边当，所以其实桃园现在复杂的。最政治来讲，是地方上的他们的很多的事情是变成是股权分配上要重整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是将来就是张善政之后，后面的布局，所以他们现在陷得复杂。但是你说真的，士广阳呢，永远不会让人家失望，因为他那些事情真的有些东西你觉得很离谱，可是那种离谱程度会被人家来讨论。而且另外一个是他真的要反省的时候。怎么可能？我当年的时候，我也没有一个，我帮人家的忙，我也不会把那个资料给留5年以上。对，小明，你觉得他如果真的下的话，好了，你的结论是，不管选不选得上，对万委员都是个大伤。那但是大不了就干脆现在退。万美玲如果撑到底，你看他家土地啊什么什么，不管真的假的都被弄出来了，他不可能无党籍高票当选，是绝无可能的。真的是。而第二个，他如果当然有可能低空掠过，也可能还选不上，选不上更惨。低空掠过也很不好。可是我觉得，你看嘛，他们的节这样子败退重新开始，然后就开始。现在已经从士广阳到万美玲委员，包括他自己在当立委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教育界的事？虽然他有出来驳斥一些，但是还是会有人爆料一些。再到建设公司。看起来被修爽，他就一路下去啊！你跟网络对抗搞不完的，打不过，任何人都打不过，总统都打不过，不要说一个优秀的立法委员了那今天他的转折点就是让了，但让一半，国民党做事喜欢让一半。搞不完的，打不过，任何人都打不过，总统都打不过，不要说一个优秀的立法委员那今天他的转折点就是让了，但让一半，国民党做事喜欢让一半，民进党比较决绝，他不见得错，可是乱压把不会也有对一半，你知道吗？行不会也可能那个节点在哪里？节点就在放弃国民党提名，就以为没事了。我跟你讲，民进党跟这个甚至同党扯后腿的，跟网络不会饶过他们一家人的。他爸爸。妈妈是万美玲，特别是儿子，我觉得划不来啦，我觉得划不来。来，俊赫，这个事情会超乎大家想象的，怎么那么多人在关心？对啊，我觉得主要是现在社会当然引起公愤在于相对剥夺感。就是说，你看重点其实是不是在士广阳？士广阳只是一位20几岁的年轻人，对。2000多位议员参选人其中一位，对，
但是他年轻，但智力非常阶级斗争，阶级出来了，对，这才厉害。他智力也完整哦，他霸凌同学、逃避兵役、考试作弊，还有涉局赌博，什么都有。但他算什么？他算什么呢？坦白讲，因为他的妈妈嘛是立法委员，这个就有所谓的相对剥夺感了。其实不必讨论释广阳了，那就是他出来就是他妈妈控制的，是因为这样子把刚小平讲的，把他们家族的在地方的一些作为还有利益给挖出来。这件事情你看，张善政闪得远远的。为什么张善政不讲话？因为张善政把他们家的一个土地解冻了。你知道被划为公共设施的解冻那个冻结的土地，送给你你都不要。他跑去买。可是他到底有没有那个公保地那一块？因为万美人不是有发一个声明讲说他没有公保地，他在那附近。对，他说他那个不是公保地啊什么的。但你附近解冻，你旁边土地才有用嘛。你在一个永远不开发的土地旁边，你有啥路用？好。另外就是他这个选举会不会扩散，这个才是问题啦。坦白讲，我觉得民进党在地团队对于这个问题反而没有处理得很好。照理讲，这是一个民进党的议会党团非常弱，这个事情不是，就可能比较善良的老师，善良。因为这个其实反而都是整个社会其他地方大家在关注嘛。否则你看，他一个小孩子，他怎么可能要搞出那么多事情来？那大家最讨厌的就是特权。你当兵有没有逃兵？你看连他以前的那个照片，他说是因为太重了。对，哇，身材看起来像型男，怎么会110公斤？可是这里面我一直觉得诡异的是，他那一张露出 muscle 的那张照片。通常不会男孩子留给男孩子还留这么久，所以他到底得罪了谁？就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啊！我认为最可怕的石头是从后面丢过来的。刚小朋友提到嘛，你国民党内，弄我领导讲米啊，大家知道。那万委员下一步一定选市长嘛？对，不一定，不一定。本来安排有蓝白之争，有蓝白问题，不是有蓝北问题。这倒不会，但他一定往这样布局。对啊，他2022就强力竞争者，这个是的话。对啊，那一个重点就是他们家最主要的事业体是土地开发、建设公司嘛。那需要什么？最需要的不是立委啦，是议员啦。你土地开发这些建设公司。因为搞不会上，那哪会哪不会找立委啦？也搞不会议员啦。陈晶晶搞不会上，那找议员嘛，对不对？金化城就找议员找市长嘛，还要由我们钟小平把他提拔。你就一定要提醒大家，我怕大家忘记。小平果然是这个非常有道德勇气。那你做建商的，每一个建商集团。绝对有自己的议员，不然你怎么搞？所以县市长为什么大？他光决定土地开发，光东西南北，谁先谁后，这不得了了。所以他们家事业体如果是建设公司，那一定需要个议员。不管他以后会不会选市长，那家族政治一棒接一个位置接一个位置嘛。那农林刀那党内其他人会怎么看？所以什么叫他退选呐？然后再补提名啊，都不是民进党喊的，都是国民党喊的。有没有发现？那国民党的人给别再算，这个压力，民进党又没有那个能耐叫他退选，唯一就是国民党。那国民党呢？这个就是地方在政治斗争嘛。其实民进党不能只在旁边看，因为这个问题有所谓你那个。权贵势力有没有介入？第一个兵役问题就是嘛。其实你为什么没有当兵？当时都有那个记录嘛，这个一定有啊。你110公斤，不是你自己讲的，这个绝对有体检单。当然，而且体检不是随便找你家隔壁诊所就站上体重计量就好，有兵役单位指定的医院的证明才算呢。那你可以拿出来嘛？这个一下拿出来，大家就没话讲了。你就说因为接到不用当兵就很高兴，马上就瘦下来了。你看照片，你可以随便你讲，随便你掰，那证据在哪里要拿出来嘛？那时候
什么妈妈他一早去保教啊，伊妈妈给移送，你这胡说八道啊！你又不是司法检察官，对不对？律师大律师，立委可以移送，把人送去法办嘛？这不可能嘛！啊，你得吃定我们，因为少年犯的案件查不到嘛，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真假嘛。啊，还有如果有的话，那你怎么知道侦查内幕的？以公一个警察来厉害嘛？那这些都是让你就越讲越让大家觉得哇，你这个不只是势力介入，几乎快形成地方的一股恶势力了嘛。那好像最近就在演那个电影叫什么《铁拳教育》，来了正是时候，很多人看了，刚好一股气不知道出到哪里。这现实桃园版的就在上演嘛。其实刚刚军院委员讲说，那个是小平说是阶级，军院委员讲说那是相对剥夺，对，就是民众的感受，或是刚刚创夏跟上公东豪大家讲的意思是说，因为大家生活经验里面就觉得这些怎么这么扯，怎么可能会出现这些？所以清华铁拳教育当初那10集你如果全部看完，你也看不到像有人说比这个还精彩的内容，真实版真的。对，就是比铁拳教育还好看。比铁拳教育更真实啊！就是你看啊，在韩剧里面，我之前看过类似的剧情啊，就比如说家里家长一定有一个是国会议员，然后呢，另外一边建商。然后呢，这我刚刚讲好像是跟我们桃园好像很像哦，就是国会议员跟建商，就我现在讲的是韩剧，好，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刚好跟桃园的这个版本也很像，好，一个是国会议员，一个是建商，所以你可以发现，在那个韩剧的那个版本里面就家里是建商那个小孩一定是特别就是站在霸凌者那一端嘛，因为家世背景好嘛，然后出事之后呢，家里呢有钱有权势帮他搞定嘛，所以那个故事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只是你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说在台湾呢这个版本呢，不但是跟韩剧结构很像，而且他演的是更具体，所以更具体是说，第一个是前面我们在讲的，就是说作弊没办法想象说大家可以作弊的这么大方啦。不但是跟韩剧结构很像，而且他演的是更具体，所以更具体是说，第一个是前面我们在讲的，就是说作弊没办法想象说大家可以作弊的这么大方啦。就我这辈子第一次听到说作弊会特别把自己作弊的考卷拍下来之后呢，用 LINE 直接传给对方，就意思就是告诉对方说，你看这个是我写的这样，然后呢，对方就是帮他作弊的那一个人，把他的问题呢一个写在 LINE 里面，然后让他去写进去这样子，就这种事情要特别留下来你说这个我们还没有讲到犯罪那一端像他这种事情说真的，只要任何去查证的时候呢，在 LINE 那边的 server 一定会留记录下来，那个你怎么样都删不掉的事情，你为什么要把它留下来呢？这个是第一个让人家很难想象。但这一件事情对士广来讲，我觉得是到目前为止对他来说最严重的事情，因为现在看起来有人去检举了。对啊，就是说你看有人去检举说这个跟台北大学，因为他大学念了3间嘛，最后一间是台北大学嘛，他去跟台北大学检举说这个作弊啦。那这个去检举呢，按照这个台北大学的一些规定他有任何舞弊的状况的取得学位的话，他有可能是要撤销的。因为他有舞弊的状况，那这个偏偏这个舞弊的状况是当事人自己留下来的，然后现在变全社会都知道了，所以全社会都知道了。如果台北大学还不出来处理的话，这恐怕伤害的是台北大学的校誉啦。而且当时这堂课呢，其实我看了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像台湾政治发展这种课程，通常都是。就是你来上完课就是上班讲选修，护送让你过关的课程就很难当掉营养学分这个4学分，上学期2学分，下学期2学分，几乎都是用送的呢。这4学分竟然说连考试都要特别要请人家来操刀，这个是让我觉得很匪夷所思然后呢？那一堂课的老师现在爆发出来，听到好像是国史馆的馆长陈医生那我不知道陈医生老师这个陈馆长，这个你听到你的学生在考你的考试的时候是用这种方式作弊还存证，然后这样弄到全国都知道，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但至少台北大学，你们总是要出来告诉大家，你们的学生这样作弊给全世界都知道的话，请问你们要怎么做处理嘛？否则我真的觉得啦，其他台北大学呢，好好认真读书毕业的学生看了一定觉得很不公平这是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连就是你要想说他连那个国民党的翁小玲委员说这个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我觉得翁委员你要先想一下，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距离现在也才4年前而已。
他的浪子回头在哪一年？你可能要告诉大家一下，好，因为他做的事情其实都距离现在没有很久。但是第二个哈，他的事情也很特殊，是在于说怎么会有这么多朋友哈，前朋友跟前女友出来做爆料，像那个就是你知道那个LINE对话记录只有2个人呢，四广阳跟帮他当枪手的那个朋友呢，就2个人呢。那所以换言之，那个爆料内容是谁给的？显然就是当枪手的那个朋友呢，把这件事把它丢出来嘛，不然谁能取得那个LINE对话记录？所以人家当初帮你当枪手。然后你好像也曾经请他吃过东西，为什么你们能够走到感情这个变得那么差的情况？就是这也是一个无法想象人缘很差的情况。然后连这个前女友出来爆料，那就是另外一端了。那一端讲得像恐怖情人啊，就是我也没有办法想象说，就是你四广阳喜欢玩游戏王的卡牌，然后呢你要去抽一番赏，抽一番赏一次要抽这个好几百块，好啦，那你就自己的钱去抽一番赏 ，OK 啊。那你抽了17000块的一番赏，抽完了之后呢，你怪说是你女朋友没有阻止你继续往下抽，害你花了17000块，然后你为了这17000块还要你女朋友写悔过书，你不但要她写悔过书，你还要她帮你出一半。这个情况，我想是大家都很难理解的吧？就我很难想象说出一半感情不会散的。我很难想象说，在现场创夏哥或是东豪哥哈，这是叫老婆写悔过书的状况啊，只有我们写了，我觉得太合理了吗？我觉得只有上公的才我们连这种想法都不会有，这才是合理的状况。对啊，你为什么只举他们2个上公？对啊。我觉得你们2个也一样啦。对啊，三一夫他老婆根本不管他，所以他没有写悔过书的机会。OK。但是所以我就无法理解说这个为什么可以要这个女朋友写悔过书，还要女朋友去负担那个就是付一半，而且还真的有汇款的事实啊！就那80，还真的有汇款的事实，真的出了一半了，真的出了一半有汇款的事实。然后我想说这个情况哈，我们就一般正常状况去想，这个好像跟我们多数人的常态是不一样的。我不能说他是变态，但他真的跟常态是不一样。他如果当民意代表会带钱抠，要成什么样子？所以你去想嘛，财政委员会这个行为哈，我怎么看我都觉得很像恐怖。所以他可以打一个口号，就是我选票投给我，官员写悔过书。但是钱呢？钱要谁付？不是，我觉得这一段形容，我都觉得这个人真的需要找心理咨商啦。他当下需要做的是需要心理辅导，不是急着要选议员啦。对，青秋每一次我听到这些觉得匪夷所思的时候，我都会问说：这是真的吗？就是他的就是这几个你听起来都会觉得说，在一般人的生活经验里面会觉得很难想象因为这2天就是要么 Grace， 要么是4叉猫。对，我有看到这些啊，对啊。那他们秀对话记录嘛，那昨天刚好我遇到4叉猫，所以他也给我看了一下这个对话记录，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匪夷所思呢。因为还有更匪夷所思的内容呢，分开在不同的人身上，还可以理解；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真的是匪夷所思。外面你不是说要告吗？他告了没有啊？不知道怎么提告，因为都是当事人的对话记录啊。先告了再说，你不告就是人家讲的是真的啊。然后所以好，我现在还没有讲到最夸张的部分，因为还有更夸张的部分。因为更夸张的部分，我觉得。为了配合本节目的这个调性哦，我们知性的节目我觉得就不太适合在节目再讲。好，谢谢。什么就什么卷什么卷哈，这个什么好了，这个带有点那个晚上10点后播出的再说了，就是12点以后的啦。对，12点以后的啦。所以这就是我讲的，就是那你可以讲给我听。节目以后我讲给你听啊，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对于万美玲这个儿子来讲，我真心认为啦，就除非国民党认为或万美玲认为他儿子那些状况，他们真的都了然于胸呢。如果他们真的那些东西都没有看过的话，你还认为他这样选举 OK 的话，那我只能说对万美玲的心脏是真的很大颗啦。可是现在东豪，简单问一下，到目前为止，因为最多就是退出国民党提名嘛，就不接受国民党提名，那这个一路往下发展，最起码到11月28以前，真的不会停吗？可是如果这样的话，那整件事情，就算他退了，事情都结束了吗？除非他退选如果不退选的话，事情不会结束了。那本来他们这个是看看能不能其他的新闻可不可以取代掉嘛。但是这些话题实在是，好像就跟看连续剧一样嘛。连续剧不断的有新的剧情，那怎么搞吧？还有一个事情是，这里还涉及到很多人格特质怎么会自己花钱还要女朋友付一半？
这是对每一个人来讲生活经验里面的一部分。你自己花了钱，你居然还要女朋友那个，这个跟我们家太座没有关系，好吧？这个是你如果变成当民意代表，简单讲嘛，如果万美玲还要他儿子继续选，我们讲白话的，你要花多少钱？你不花钱，他只要万美玲站不站台，张善政站不站台，那个是弄不完的故事啊。当然，张善政怎么敢？张善政怎么敢站台？张善政怎么敢？张善政怎么敢站台？站不站张善政都麻烦，所以他就只有一件事情嘛，靠钱选举了嘛。对，他不是国民党，只能用砸钱了嘛。用砸钱硬生生把他儿子砸上去。他不用砸钱，就是如果汪委员就平常基层经营，如果每一次选票这么多都没办法吗？靠人情回不来了，票绷很紧哦。而且在这种状况下，以候选人来讲，他心里面更没有把握，因为他一张空气票都不会有，他只能靠一张一张票去拉，这个时候一定砸大钱嘛，他砸大钱一下去，就把整个地方生态、地方盘弄乱了，对啊，原来的均衡都打破了嘛，一打破以后，他们家就变成大家共同的敌人，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不，上空两件事，第一个，所以很简单的来说，这件事情，当国民党自己讨论完一下，就讲说，那反正他也就不接受国民党提名了，那国民党也不补提名，所以整件事跟国民党就没有关系嘛。刚刚讲张善政，如果你不是国民党提名，张善政会去站台吗？不，他连民众党都会去，泛蓝为什么不站？所以你觉得能不站？请问你，这个释广阳跟国民党亲，还是民众党跟我们亲？当然释广阳，对吧？那民众党，所以他一定要去，民众党都会去哦。OK， 所以他去站释广阳意思不一样哦。对嘛，就是麻烦嘛。张善政站不站跟他有没有党籍没有关系，而是去站了张善政自己会不会受伤啊？对嘛？他一定要一定受伤嘛。所以上空那接下来呢？所以呢，跟国民党的关系呢？张善政这些所有国民党的人在桃园的人要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件事情呢？那在未来的发展，你怎么评估？第一个，当然，他是放弃国民党提名嘛，当然放弃国民党提名，就告诉你支持我跟国民党无关，我跑我的选举嘛，是啊，这是一种态度。那国民党呢，并没有把他撤销党籍，不撤销提名哦，而是让他自己放弃哦。这个态度有没有表达说我是反霸凌的？并没有，并没有。那不补提名又意味着什么？就告诉你，他当然那个主委说，因为选群紧绷啊，不补提名，你可以问一下那个副议长的女儿愿不愿意啊？也对啊，你问也不问就说不要嘛，好，那不补提名。你又不是撤销，你给人家的想法是什么？就依然列为可能就列为党友盟友嘛，因为妈妈国民党立委嘛，你给人家这样联想以后，就会产生几个因素。第一个，如果你撤销提名，那就说，国民党我投其他人，我不投释广阳而已嘛，好。但是你背上了。国民党纵容霸凌的时候，是我看到国民党都不投，这有差距哦，那会不会影响到国民党的整体的得票？我相信会哦。所以你说他当然会影响嘛，当然我刚才讲的说，不止选举外溢效果，它还有其他的外溢效果，对不对？桃园开发案很多啊，那都有很多外溢效果。你现阶段，你看那个邱奕胜的子女嘛，外甥女邱若华也都说要对外说明嘛。其实你知道邱若华的话并不多的人哦，而且立委开始2024这一任到现在，各位在立法院邱若华委员有针对什么发表过什么？想不起来就算了，没印象。他是甚少对其他事情讲话的人。因为他的身份也敏感，因为他就是议长的子女嘛，所以身份敏感。他说什么，大家都会想到议长嘛。当然，你说这一次邱奕胜方不方便讲话？
邱医生要不要继续选议长？最简单一个道理，要啊，当然说为什么不要？要的话，每一个人可能的选票，都要嘛，议员，都要吧，好，所以没什么好讲话。那没想到，我也没想到邱若华讲话。当然，邱医生跟万美玲有没有一点心结？有没有？那当然有了。好，你看这一次这个是2022年其实邱医生当初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想选市长的非常想对他想选市长的是，后面他没选在还没有明确张善政的过程当中，邱医生是支持吕玉玲选的万美玲那时候也想选对，邱医生是支持吕玉玲的邱医生甚至于在台北约了媒体吃饭。在台北约了媒体吃饭，然后是跟吕玉玲一起去的中常会，然后跟着李玉玲一起去的，全部人都知道他支持李玉玲，OK， 不是万美玲当然，张善政出来以后，邱医生第一时间是很不爽是啊，因为你都没有来好好跟我谈一谈嘛，所以记不记得好像邱医生要去那个张善政要去议会拜会邱医生，第一次还没见到，第二次还带着好像是茶叶去，对，伴手礼还摆在那个柜台对嘛然后。拜会邱义胜嘛，然后那时候是谁啊？谁代理主委？他那时候主委资料好像张敏公是不是？那个黄敏公以前那个朱立伦的副县长，以前是跟着高玉仁的人马嘛，然后就一直在联络邱义胜嘛。邱义胜后面也答应全力帮忙了嘛。帮忙的时候，在安排各区的总干事，因为他们用分区来设总干事的时候，桃园区的总干事也是跟桃园区谁？那万美玲嘛，然后后面在决定这个的时候，也有一点也有一点摩擦嘛。那可是这件事情看起来的话，那如果要是四管阳没有退选，是不是会一路还往下延烧？上空1分钟，请问一下，马以南为什么发声明？马以南为什么突然发一个声明？就是大家现在没有人在讨论那个马办啊，或马英九前总统或什么，他为什么要发这个声明？这件事情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说得出原因来。对啊，至今没有，因为马以南上一次的声明是5月20几号出来的，而且那一个声明是5月10号就写好了，就摆在那边等着发声明，就是那个辅助宣告的时候那个嘛，然后后面马英九是对萧旭晨他们是提告在士林地检提告完了以后，大家都等着好像就等着我们就等着看司法判决嘛。对啊。然后中间就有了一个李德维说这个马以南传简讯给金溥中，我没有收到这个简讯就是说叫金溥中不要再利用马英九嘛，就是说金溥中还说要告马以南的声明是什么？如果要告的话，我愿意去法院做完整的说明。那大家都觉得事情已经提息了对啊，就突然冒出这一个声明，而且昨天发出这个声明，大家也懵了，因为大家问了半天，到底什么事？是为了针对之前马英九用马英九身份发声明的事情吗？但是你看他文章里面又很奇怪，法律及其活动，法律文件及其活动，那大家只是在想一件事，所谓的法律文件是什么？及活动，法律文件及活动，到底是什么？因为大家都在猜这一件事，因为原本以为就是可能又对马英九，马办里面又以马英九发声明很不爽结果看到后面的时候，法律文件及活动的时候，大家又懵了，会不会有什么？莫非后面又有人要马英九签什么文件涉及到法律的问题？还有一句话最有趣的一句话还有花费，有没有看到？不必要的花费。所以签这个法律文件及其活动
又要花钱，花费又要花钱。那如果是花基金会的钱，马英九应该没什么好讲话的吧？那这个花费到底是花谁的钱？莫非是要从马英九私人的钱拿出来花吗？否则，如果是基金会的话，基金会花基金会的钱，应该不至于这么严重吧？所以这一篇大家就在想，大家又开始在追测，金溥聪、戴夏玲又要干什么事了？不过整件事情一纸的声明，那看起来在未来是不是真的还会有一些后续？那大家会看到一些相关的一些的报道啦，或者是相关的刚刚讲的文件啦，或者活动这些，到底会是怎么一回事？对桃园整个来看的话，看起来真的错综复杂。一个四广阳，然后弄出了千堆雪，然后接下来要怎么样？这件事情会结束呢？可是对全民来讲的话，那个食安这件事情，当蒋万安直接把整个调线拉到要呼吁所有的人民要上街头的时候，那整件事情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拜拜。